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。今天我们来说说新加坡的樟宜机场。2025年4月9号，全球权威航空评价机构 Skytrax 公布了最新排名。樟宜机场击败了多哈的哈马德机场、首尔银川机场、东京羽田机场等劲敌，再一次夺得了全球排名第一。这是樟宜机场第13次获得此殊荣。自2000年以来，樟宜机场获得过超过660项国际大奖，能持续10几届获得全球第一，靠的绝对不是表面功夫，靠的是一个国家长期系统的治理逻辑，从细节、服务、文化、建筑、政策，甚至外交层面都各有深意。那么今天我们就透过樟宜机场，看看新加坡这个小小国家的大格局和大意识。我们先来一起穿越一下，樟宜机场的起点得追溯到1970年代。那个时候，新加坡使用的是巴叶利巴机场，位置靠近市中心，空间小，噪音大，扩展受限。新加坡政府决定要不建一个全新的机场。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先生，对，又是他，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幸运签。李总理力排众议，决定搬去东部沿海的荒地樟宜。有部长反对，说那边荒无人烟，交通不便，填海成本高。但李光耀先生坚持说，我们不是建给现在的人，是建给未来。这个决定后来被称为新加坡史上最具远见的决策之一。1975年，项目正式启动，填海、建跑道、盖航站楼，一共用了整整6年。李光耀先生的前瞻性不只体现在机场建设本身，而是他对国家连通性的极度重视。他曾在一次国会演讲中坦言，我们不能让任何人说新加坡难以到达，也不能让旅客说新加坡只适合停一下脚，我们要让他们留下印象，留下记忆，甚至愿意再回来。在他的蓝图中，机场不只是通关的地方，而是一个国家主动向世界敞开的窗口，一个说服陌生人信任新加坡的第一现场。当年建机场对新加坡来说几乎是国家级豪赌。樟宜总面积520公顷，70%靠填海得来。当年的预算是数亿新元，占新加坡 GDP 的很大比例。基建技术严重依赖外国，需要多方协调。可就是在这种高成本、高风险的局面下，新加坡政府坚持了下来。现在想想，李光耀先生当时说服团队和反对者的话，是多么远见卓识。机场是国家的面孔，是游客的第一印象，也是投资者的开始判断。我们不是为现在建机场，是为20年、30年之后的新加坡建入口。而40多年后的今天，你看，那个决策不只是正确，甚至还超前了。这也正如当年李光耀先生预见的那样，樟宜机场如今已经成为新加坡的一张充满荣耀的名片。说到樟宜机场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那个瀑布。对，那不是滤镜，也不是迪士尼乐园，而是真实存在的世界最高室内瀑布，名字叫 Rain Vortex 雨漩涡，高达40米，就在 Jewel 星耀樟宜的中央。而它的周围是一座真正的森林，叫资生堂森林谷，不是塑料树，而是上万棵真实植物，来自世界各地。你可以坐在树下看书，穿梭在空中步道里，听鸟叫、水声、孩子的笑声，还有播放的古典音乐。这些不是为了打卡拍照，而是让旅行这件本身紧张疲惫的事儿变成疗愈与想象。这星耀樟宜从2015年开始动工，历时4年。它在2019年开始启用，是连接航站楼与市区的复合式建筑，耗资17亿新币，出自以色列裔加拿大建筑师 Moshe Safdie 之手。他也是滨海湾金沙酒店的设计者。
这位建筑大师的理念是，建筑不只是形体，而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空间。在星耀张仪里，他将玻璃穹顶、水、植物和光线编织成了一个城市绿洲。星耀张仪内部的圆形瀑布被不少风水师解读为聚财聚气，是国家之心的象征。水向内收，气不散，以水润心，以林护区，象征新加坡是热带都市之心。也有人说，在荣耀张仪里太美太像植物园，结果睡着了，错过登机。这段乌龙故事却让更多人记住了张仪机场。当然，美是一回事儿，机场最关键的还是效率。旅途中的人总是匆促和没有耐心。张仪机场在旅客效率、行李处理、通关速度等方面，几乎年年都在全球的前3位。张仪机场的平均过境时间是40分钟以内，托运行李的错误率不到全球平均的1半。那么张仪机场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首先是技术前瞻，张仪机场早在2017年就推出了全自助登机系统，包括面部识别安检、行李托运自动化、自助闸口全面无纸化。其次呢，就是服务标准，每位服务人员都有微笑的任务，每一间洗手间每小时必须检查1次。再有就是联动机制，机场运营和航空公司、移民局、保洁公司是共享数据平台，一个航班延误，其他相关部门实时同步。有人会问，张仪机场是否能代表新加坡哲学？是的，新加坡不是大国，它没有巨大的内需市场，也不是区域人口中心，但它懂得把转机做成主角。当你没有广阔的地理腹地，就打造全球最强的交通神经系统，这背后是一整套的国家小但思维不能小的治理哲学和小国生存法则。新加坡深知国土狭小，但正因为如此，必须每一寸都极致利用。机场不是边角料，是国家的窗口。再有就是危机意识。张仪机场每一次扩建，每一项新设施的推出，几乎都伴随着亚洲航空竞争的新阶段。再有就是多元共生，比如星耀张仪的 Jewel， 不仅是商业空间，也是文化展示平台，定期有本地艺术节日主题展览。在那里，你既可以看到小朋友在花园奔跑，也可以看到旅客在明显空间静坐。你会发现，张仪机场之所以是第一，不是靠单一的技术或一条瀑布，而是新加坡政府将机场治理当作国家治理的延伸，重细节，着眼长期，持续投入。当然，也有人会问，张仪机场还能继续第一吗？在这个竞争无处不在的年代，多哈、仁川、迪拜、香港、东京都在疯狂的更新。但新加坡早已布下了下一盘棋，那就是张仪第5航站楼。第5航站楼将在2030年代启用，设计灵感是后疫情时代的弹性空间，强调模组化、环保、AI 管理，预计年旅客容量将突破5000万人。新航站楼将更环保、更智能，具备 AI 旅客流量调度系统，还有可再生能源管理。新加坡政府已经明确，第5航站楼不是功能扩建，而是新一代城市与机场融合的实验室。它会成为抗风险、抗疫情、高弹性的空间模型。这不仅是机场的升级，更是国家在后疫情时代的战略投射。新加坡人深深知道，国家太小，不能浪费任何一次与世界打交道的机会，机场是关键的机会之一。所以，新加坡早已经不把机场单当机场，而是连接亚洲与世界的软实力载体。当你走进张仪机场，你看到的不只是科技、森林、瀑布，更看到的是一个城市对人的理解，一个政府对未来的设计，一个国家在细节里表达出来的世界姿态。所以呢，回到节目的一开始，张仪机场为什么总是第一？
因为它从不满足于只是第一。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就请点赞、订阅、留言方竹时间，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内容。方竹祝您好运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见。